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21号，欢迎来到会员专享的吴森聊美股之美股周末漫谈。欢迎订阅、转发、评论，让你我的交易之路不再孤单。时间过得很快，又到周末了，很高兴能够跟会员朋友做我们每周日的这个周末的一个复盘，以及呢一些缠论知识的一些分享，还有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做的一些交易经验的一些分享。那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是截取了禅师两篇文章中的两段话，一个是26课市场风险如何回避，还有一个就是第70课。我们看一下第26课这段。首先要搞清楚的什么是市场风险。有关风险前面可以带上不同的定性、政策风险、系统风险、交易风险、流通风险、经营风险等等。但站在纯技术的角度，一切风险都必然体现在价格的走势上。所有的风险归根结底，最终都反映为价格波动的风险。例如，某些股票市盈率很高，但其股价就是涨个不停。站在纯技术角度，只能在技术上衡量其风险，而不用考虑市盈率之类的东西。因为我们在进入某一个标的的时候，如果你不是为了训练的话，如果你只是作为训练的话，你可能不用去考虑基本面呢，还有那个比价关系，因为我们都是用三个维度嘛，这是禅师教给我们的三个维度，一个是基本面，一个是技术面，一个是比价关系。利用这三个比价关系，我们来那个进出或者长期操作某一只股票。那么首先就要看它的那个基本面，对吧？如果你用那个基本面挑选股票的话，可能你要去考虑市盈率啊、市净率啊，还有这个公司的就是它的那个资产呢，还有它的那个现金流这些东西，对吧？这都是那个从它的经济方面、技术方面、那个基本面方面去考虑它的那个风险性。然后呢，因为毕竟我们那个小散户，你如果说是科班出身的话，那就不用说了，你对这些知识的话都很了解。但是基于我们散户的话，其实让我们去那个看基本面的话，其实是很难的。毕竟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那个专业的知识，所以说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去找那些大基金选出来的股票，因为每个基金的那个持有股份你是能看到的，虽然说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延迟，因为他们的只是都那个每个季度才需要报一次，所以说你可能看到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卖掉了，但是也没有关系，对吧？因为他们有专业的人才，有专业的那个资源。去从市场这么多只股票、几千只股票里面选出来那么十几个或几十个，那么他们是已经过滤了一次了。所以说我们散户的话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比如说打个比方，巴菲特他持有的股票很少，对吧？就那么十几个，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然后呢，你可以利用他选择的股票里面，你从他选择的股票里面选择一两个，因为巴菲特选出来的股票，那基本面肯定没有问题啊，因为巴菲特那是对吧？他是长期持股，但是已经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最喜欢的就是长期持股，像那个苹果也好，还是很多例子了，什么可口可乐，对吧？所以说，利用这个方法的话，你不用太去知道基本面，你只要去看看大机构都买的哪些大公司，那个比如说好几只基金都买了这个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基本面可能不会太差，对吧？你利用这种方法，能够帮助你解决这个基本面选股的一个问题。当然了，那个也会有一些那个陷阱了，或者也会踩雷，比如说那个之前那个比特币那个不是也是暴雷，也是很多基金都被那个爆在里面了吗？所以说他们也有死角，但是基于那个基本的股票的话，利用他们这种选股的话，还是能够帮我们解决到一些问题的。所以说，你看你的股票。然后看一下它那个里面的基金有多少，然后大小程度，对吧？你去看一下，这样的话，利用这种方法，你可以那个找一些然后你又自己能够了解这个公司，稍微了解一点它的基本面的，对吧？然后那个如果你是在这个行业的话，那就更好了。所以说，利用这种方法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基本上就不用太去看基本面，这是一方面。然后呢，禅师说，站在纯技术的角度，只能在技术上衡量其风险。那么，禅师所谓的技术的风险，其实就是价格的风险。那么，你这个价格的一个波动，比如说它从那个
1块钱涨到10块钱，这就是一个价格波动，然后再从10块钱跌到1块钱，那么这是禅师所谓的那个价格风险。那么这个的话，那只能是利用基本那个技术面来帮助我们去那个进出。所以说，那么站在技术的角度的话，那么从1涨到10，那么你就要利用你的技术分析，怎么能够发现越接近那个一的位置是越好的，对吧？你可能不一定能买到一，但是你买到1.1、1.5、2，那么最终它涨到10，你回头一看的话，你买的1、买的2、买的3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说，怎么能够越接近那个拐点的话，是我们需要从技术面去呃去提高的，对吧？所以说，那么理论上是那个拐点那个位置肯定是就是最稳定赚钱的，因为它的那个盈亏比最小嘛，对吧？盈亏比最大，就是说你亏损最小，但是那个盈利是最大，就是盈亏比是最好的一种状态，那个拐点那个位置。所以说我们是尽量能让我们的技术那个能够越贴近那个拐点是越好的。所以说这是我们需要那个自身去需要提高的，在你漫长的一个投资过程中。那么的话，这就是说你一定要区分开技术面和基本面。那么如果你一旦是已经选好了这个股票的话，那你就不用再去考虑它的基本面了，你只需要考虑它的技术面就可以。然后我们再考虑一下，再看一下那个。但是我在这里再插一句，就是说，如果说它的基本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一些呃不可测的因素，或者说那种不确定因素的话，那么你就要考虑一下，你这个股票是不是能够继续长期操作了。我之所以说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在说什么呢？最近就是我一直在给大家分析的一个，或者说我一直也在操作的一个，就是特斯拉。我长期看好这个公司，也看好那个马斯克这个本人这个个人能力的。但是呢，他最近就是不是除了这个争权这个闹剧嘛，一直也没有停歇。所以说，相当于他这个大的基本面上出现了一个问题了。那么，如果说真的是马斯克这个人，那个最后被赶出那个董事会，或者说他因为自己的控制权到不了25%，他就没有动力去那个再投入到现在特斯拉这个公司的话，那么整个基本面就变化了呀，对吧？所以说，如果出现这种变化的话，那么它会影响到我们长期去操作这个股票、长期持有这个股票的信心的。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如果是真的出现这种因素的话，好的，那么的话，我们再看第70个。那么第70个就是一个教科书式走势的一个示范分析。那么在这里面，其中它讲到一个本 ID 的理论，就是走势保持结合律下具有变换不变性的一套理论，而且可以严格的证明是唯一能保持分解变换且保持结合律的一套理论。这个好像是那个说起来有点绕嘴啊，其实呢就是说什么呢？禅师这套理论呢，这个变换不变性呢，其实非常重要，其实就是多义性啊。就是说，所谓多义性，就是你这个怎么结合都可以，一个图形怎么结合都可以。那么，但是结合之后的结果是，就是说买点永远是买点，卖点永远是卖点，不会因为你改变了这个图形的一个结合，那么造成了买点变成了卖点，卖点变成了买点。它所谓的变换不变性，就是说买卖点的那个性质不会因为你的一个不同的结合发生了它性质的变化。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什么叫变换不变性的这个名词有点绕嘴。所以说这个一会儿我们在分析图形的时候会也会涉及到它。我们这里先知道这么一套就是说有这么一个说明。好的，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我们日常每周日那个做复盘的时候要说的一些东西。首先呢，就是这个在下周有很多的经济数据要出来了，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周四还有周五，尤其是周五的这个 PCE 数据。为什么这个数据首先这个数据是因为是美联储指明要看的一个数据，还有就是说1月底1月31号马上又要有这个美联储的那个那个利率决议了。那么这是在利率决议之前要出的这么一个经济数据，你可想而知它的一个分量了。所以说，那么下周的话，就是周四要关注一下 GDP 数据，还有一些那个就业数据。然后的话，周五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最重要的 PCE 数据。如果你要是炒油的话，那么也要关注一下周三还有跟原油相关的一个数据。
好的，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要看4个标的。呃，这个指数和特斯拉的话，是我平时都要，就是每周日都要分析的。那么这个 ARK 还有这个 Rivian 呢，就是有会员朋友们在那个频道里面留言说想要帮忙分析一下，因为是会员朋友嘛，所以说他是能够看到这个会员专享这个视频的，所以说我也放到了今天的这个分析里面，因为平时的那个做的那个盘前分析的话，时间毕竟也比较有限，我可能分析的时候，可能是很多时候因为时间的原因，不能够分析的特别细，可能分析的不到位。那么我们要放到今天分析的话，我可以分析的稍微细一点。这里也说，就是说，任何的只要是会员朋友们，你们提问的这些标的的话，我会尽快的分析的，然后尽量的会说的详细一点。所以说，如果你们也有其他的标的或者说股票，你们关心的股票，想从技术面看一下的话，那么就在那个视频下面留言，在哪个视频下面留言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从它这个油管的一个后台的话，都能够很容易的看到，所以说你只要在那个任何一个视频下面留言都可以，也可以在那个评论区都可以，只要是油管上我的频道下面的话，我都能看到。好的，那么我们就先看一下指数，我们看一下指数。指数啊，真是非常牛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在周五的话出现了一个历史高点4842.07，那么是超过了前期这个高点，也就是2022年这个高点4818.62，这是2年时间呢，整整2年时间，那个出现了新高，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对吧？毕竟那个2年又新高了不容易的，然后那个也是一个微转。那么也恭喜那个因为做多赚到钱的朋友们。那如果你做空亏到的钱的话，也不要气馁，对吧？毕竟那个我们是一个把投资看成一个长期的一件事情。那么短期的一些亏损的话，你就是如果通过自己的一些反思一下自己错在哪里，对吧？这样的话为以后因为毕竟市场是一直存在的，只要你的信心还在。那个资金还在的话，你都有那个翻盘的那个可能性。所以说，总结自己的问题。那我们看一下，在大周期这个月线这个周期的话，现在已经是出现新高了，比前面这个高点高了。那么在这个周期的话，我们看一下，就是因为一旦出现了高点之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是不是有这个背驰了，对吧？我们可以看 MACD 了。那么 MACD 这个快慢线的高度没有前面的高，这个面积没有前面的大，然后柱子的长度也没有前面长。在这个周期，在月线这个周期，你可以说它是有背驰了，对吧？那个快慢线跟前面比也没有前面的高，因为股价出现了新高，但是快慢线并没有出现新的高点，然后柱子的面积也没有前面的这个柱子面积大，你这可以说是它背驰了。这是在这个周期，只能说在这个周期本周期上。但是呢，前提是，那么如果说它出现背驰的话，它是要回来的。但是呢，它这里要去看这段的内部结构，也就是3491涨到这个4842这段的内部结构，它需要结束，它的内部需要饱满，需要结束之后，它才可以掉头，对吧？它需要2个级别都要看，你不单单要看月线，你还要去看它的那个次级别，甚至是次子级别。那么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说啊，这里是可以结束了，因为内部已经非常饱满了。那么它如果结束的话，就会掉头。其实啊，当时我记得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也就是23年的时候，这也是分析做周末复盘的时候，我当时说这个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就说那个突破前面这个高点4818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还记得挺清楚。当时我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看一下，当时它这个突破的时候，这个位置就是说这个月份7月份的时候，已经突破了这个反弹这个0.618的位置了。一般是这个0.618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如果能够强势突破这个位置的话，那么意味着就是反转了，对吧？那么我当时就在这个位置说，突破前面的这个4818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具体什么时候突破我们不知道，对吧？那么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打到这个位置的话，意味着这个上升的动能是很强的，那么可以这么计划。这是当时在分析这个月份做周末复盘的时候说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看一下我当时在这个月份这些下跌这些时候做的这些复盘，因为
一个技术分析有效与否，或者说一个分析方法有效与否的话，你不能说涨的时候你是一种说法，跌的时候你是一种说法，对吧？那你这是技术分析有什么用啊？不就是马后炮吗？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是马后炮有用的话，那么大家都不用学什么技术分析，也不用看各种理论了，你就马后炮就完了，对不对？所以说，技术分析马后炮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马后炮只能是可能是跟朋友吹吹牛的时候有点用，然后你可能是到论坛上去显摆的话，可能是有点用的。但是实际交易过程中，马后炮有用吗？马后炮没有任何意义，对吧？所以说，那么我们在当时的技术分析或现在的分析方法是一样的。那么结论我们看一下，就是现在我也是说，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即使它回踩一笔的话，当时啊，因为它毕竟没有回来一笔，即使是回踩一笔的话，也不过就是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月线的一个中枢了。那么形成一个月线中枢之后，它还是可以走一个离开段，打掉前面这个4818的，这是一种那个推演的，就是说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这是利用我们完全分类的这个方法，对吧？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它是能够一笔就上去，就是从3491这里一笔就上到这个4842，还是说在这里要回踩一下再上去，是3笔上去还是一笔上去，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完全分类，通过禅师给到我们这个不测而测的这个方法，就是说出现了哪种情况我们都要辨识出来，然后你去做准备就完了，对吧？那他说这里回踩了这个4根 K 线没成笔，那你就去观察，因为它到了这个月份的时候，它又开始往上走了，那就意味着这里有可能要出现一个中继的顶分型了，那么意味着它就这一笔就有希望一笔就打到这个前期的这个高点，对吧？通过这种我们用的是这个完全分类的这种方法，而不是说去预测出现哪种的话都要有临界点的，对吧？那你这个它这段的临界点是什么呢？从这个位置下跌的临界点就是要成笔呀，对吧？你要成笔是先决条件的，所以说它没有成笔之前，你不能说它一定要去跌破前面这个3491这个低点，然后那个往反向走。在还没有成笔之前，你就说要去跌破3491，你这就是叫预测了呀，对吧？那么这种分析方法是没有用的。那么我们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所以说，在没有出现在出现顶分型之后，我们说啊，这里出现顶分型了，是不是说要变成有没有希望要出现一个回踩一笔了，变成一个固定的顶分型，还是说是这个顶分型只是一个中介的顶分型？那么你就要分析这段回踩了，对吧？你回踩的话，首先要成笔呀，你不成笔的话，那什么叫固定的那个顶分型呢？对不对？所以说，那么任何一个变化都有一个临界点的，这就是缠论给到我们很好的一个分析方法。它的任何一种变化都有一个临界点，它想要往下走，首先要成笔，成笔之后那力度要加快，要去跌破这个位置，那3491又变成了一个临界点。那么如果说跌破了3491，它又没有力度了，哎，那就出现了背驰了哟，对吧？那么就是说这段如果说又出现了等比例的位置，又出现了背驰，那么意味着这里又有一段反弹了。那么如果这段反弹力度很强的话，那么直接这里就是形成了中枢，就那个变成了一个结构性的买点。如果说这段反弹很弱的话，那么意味着两次反弹，那么这里你要如果再画一个趋势线的话，两次反弹不能够突破这个趋势线，那么意味着又可以向下走了，因为这里就有一个按照这里有一个反向中枢了，对不对？所以说每一种变化你都要有它的起始位置，然后还有它的临界点的。那么比如说在这个位置起始位置是什么？就是一个底分型，到了这个位置有顶分型，对吧？每一个变化你都要有一个形态给到我们的。从顶分型变化到顶分型，我们能不能够区别出来，那个辨识出来？这不很容易辨识出来，对吧？从这个底分型到顶分型，我们能够轻易的辨识出来。即使说这个顶分型只是一个中继的顶分型的话，那么从中继顶分型变成一个不是从一个顶分型再次变成一个底分型的话，你要有一笔呀，就是说它中间你要够笔的呀，对吧？你如果不够笔的话，那么就往上走的话，意味着这里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中继的了呀。所以说，任何一种变化的话，它都要满足某一种形态。那么这就是缠论告诉我们的。所以说，
有那个忘了是会员朋友还是就是不是会员朋友在频道里面留言说自己的那个基础可能比较弱，然后看我的视频的话，可能觉得知识点太多了，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要看好几遍。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如果不太懂的话，首先呢，我也在那个频道里面给他留言，就是说，首先你要把这些基础知识都搞懂，什么底分型啊、顶分型、比、线段、中枢、最小级别中枢、各级别的中枢、走势类型，你都要把这些理论都搞清楚了，然后再结合实际图形，对吧？要不然的话，你也不知道那个底分型是什么，顶分型是什么，比是什么，什么是最小的5根 K 线？为什么是5根 K 线构成一个比？什么是走势类型？什么是中枢？那么那个盘整走势类型和那个趋势走势类型有什么区别？你这些都不懂的话，那你看这个其他任何一个人，不单单是我了，任何一个人用缠论做出来的分析，你都看不懂啊，对吧？所以说，那么这个是需要过程的，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它的，对吧？所以说，这是其他人没有办法替代你的，你这个自己需要自己投入时间的。所以说，一旦你把这些理论、这些基础的东西都搞牢了，都搞清楚了，你再看我的分析的话，就会很容易了。好的，那么的话，我们再看，就是说那个朋友，因为之所以提那个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在这个位置，说过说啊，那个突破4818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后呢，它之后就出现了，你看3个月的 K 线都是下跌的，好像是有一位忘了是会员朋友还是说就是一个那个朋友在那个频道里面留言说，就是在这下跌的过程中问我说，你问我是不是还继续看那个要突破4818？可能是觉得下跌了，我的那个看法要变化了，对吧？可能是又来问我，然后我当时的回复也是说没有变化，因为它在结构上没有给到我说想要出现变化，首先要成比，成比之后要去打不掉3491，在当下那个位置，我当时你要去看我当时在那个频道里面也留过言，或者说在周末解盘上都说过，在这些位置我都说过的，你就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再看一下。那我当时说的。即使现在也是这样，对吧？在当下我也是这么分析的，就是说你要出现新的变化，你要给到我变化，你没有这个变化，我就猜或者说啊，可能要去碰到这个位置，可能要变熊了，可能要走反向了，对吧？没有那么多可能啊，这就是缠论的好处，它是清清楚楚、实实在在的、很清楚的告诉你有没有顶分型，任何的变化，任何的顶都需要有顶分型啊，任何的转折都需要有顶分型，这里也需要出现顶分型。这里也出现了顶分型，然后任何底的拐折呢，都要出现底分型的，对吧？任何的底，这里也出现了类似一个底分型，因为它是破掉了前面这个低点的，所以说，那么它可以完全是一个特殊画，你可以画到这儿，就从这是特殊那个画法了，因为这一月的这个 K 线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说你在这里可以有一个1、2、3的一个画法。如果说你用特殊那个画法的话，这里是可以有一个那个买点的，如果你能够辨识出来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底分型。所以说任何的变化，任何的底都要有底分型，任何的顶都要有顶分型。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月线上，这月线上有顶分型吗？起码要想出现顶分型的话，要等到2月份了，对吧？所以说，如果你的交易周期是月线这个周期的话，那么现在你这个月剩下的时间你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这个月不可能出现顶分型啊。你想出现变化的话，起码要出现一个十字星，或者说出现什么呢？或者出现一个长长的上影线的一根 K 线，然后下面那个 K 线的实体非常小，类似一个墓碑状的一个 K 线形态也可以。那么意味着下一个月2月份的话，如果再跌一个低点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一个顶分型，对吧？现在还没有任何的迹象出现这种呢。所以说，如果你的交易周期是月线的话，你可以高枕无忧的。比如说，想要出现顶分型，那么还要再等一个月。这就是在月线这个周期给到我们的一个表达。然后我们现在关注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月线上你要这个MACD 看的话，MACD 快面线还有 MACD 的柱子的长度、柱子的面积都有背驰的，但是你要结合它的次级别呀。单单这个周期的话，还不能说它这段已经要结束，要掉头了。然后我们要看它这里内部结构，内部结构的话，那么我们用的就是区间套。区间套这个分析方法，就类似我禅师说过很多次，就是类似你用类似一个放大镜也好，或者说一个那个显微镜，那么不同的度数，对吧？那个你级别越大的话，说明你的度数越小。
那么你要那个级别越小的话，说明你的度数越大。你度数越大的话，就是显微镜你的度数越大的话，那么你能看到的东西就更细、更那个仔细了，对吧？信号就更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用曲线套要降低周期，然后来分析，就是说精确到你要哪一段。因为像那个月线啦、周线啦这些周期都比较大的，你只有那些大资金、大的机构，他们才可能利用这个周期来那个进出来操作。他们不可能去每天去做5分钟，对吧？那么你可能说那个像那个木头姐，她那个基金可能会做一些小周期的，但是大的周期的话，那可能一些基金它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进出自如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资金量大呀，对吧？它的资金量太大了。比如说它那个位置想买够的话，如果说想要小周期进的话，它买不够啊。你在这个位置这个拐点，打个比方4740这个位置，它进去了1000万股。你买不到那些人呢，他没有那么多人卖给他呀。他如果想买够的话，所以说对资金量大的来说的话，他需要利用大周期。那么利用大周期的话，它不可能出现信号之后再往里进的，它肯定要打一个提前量的，对不对？你如果说大资金想进，想抓这个拐点的话，它是比较难的。那么它肯定是下跌的过程中就会进，就是前面可能是越跌越买。如果他看好，比如说他也知道这个理论的话，他知道这里只是构成这个中枢的这个3笔，对吧？那么他可以在这个构成过程中，他都会，比如说接近这个底部的时候，他就开始进了。它是机构，说白了都是左侧交易的。你想要机构右侧交易的话，那就追涨了呀，对吧？所以说，那就是说那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其实。所以说，那就是意思是说风险控制起来就比较难的。所以说机构量大的话，基本上都是左侧交易，越跌越买。所以说，那么但是我们小散户不需要啊，我们小散户优势就是我们的资金量小，说白了，那么我们转身快，可能一下就能买够。我们可能1小时上或者30分钟给到一个结构的话，我就可能立刻的50%仓位就进去了，然后出现那个一个好的卖点，我50%出来了，然后再那个下来我再进50%，就来回折腾嘛，对吧？所以说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的资金量小，我们的转身快，我们能够利用更小的周期来进出。那么利用更小的周期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各个周期的这个买点卖点都抓到，这样的话你的资金利用率就高了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怎么才能够让资金利用率高，然后做到那个比那个机构也好，或者比市场表现更好的话，那就只能利用不同的周期的波动了，对不对？所以说，那么在周线上的话，我们看周线上，因为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就是针对这个周线这个中枢。那么针对这个中枢的话，我们有这是起涨点，然后这是中枢的位置。针对这个中枢的话，我们有进入段，然后还有中枢的离开段。那么针对这个离开段的话，我们是比较过力度的，比较过这个等比例的位置，也就是4807。那么在周五的话，它是突破了4807的。我之前说过很多次，为什么要看等比例的位置？我这里再重复一遍，之所以看这个等比例的位置，就是说，前期从3491从这个位置涨到了4195，是这么大的一个空间。然后呢，后面从4103涨到了如果涨到这个4807的话，它俩的空间比例是相同的，就是1:1，它俩的空间是1:1这个比例。然后呢，前期涨了这么大空间，然后出现了一个10%的一个回调。那么后面的话，如果涨到同样空间，然后力度不够的话，是不是也要出现一个10%的一个回调呢？那么这种等比例的位置的话，这是机构经常用的一个方法，他们是喜欢利用这些特殊的这些位置，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做交易的。我们这里是有一个实际的例子的呀，对吧？那我们现在是周线，我们等一下再说一下周线，我们先看一下日线上，就借着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也就是这段，我们看啊，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等比例的位置，就是这段。这是前面在日线是什么时候的呢？这是23年8月份开始的。我们看，这是23年8月份跌到了这个23年11月份，这段下跌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比较痛苦。如果说你只能做多的话，那么这段就出现了等比例的位置。什么出现等比例呢？首先我们要把它找到中枢，这是这段下跌的中枢。然后针对这段下跌，我们有进入段，对吧？然后还有离开段，在这一段的话就出现了等比例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一段进入段跟离开段
既然是一个等比例下跌的位置，那么前期你下跌了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出现了一个这是多少？我们看一下它的空间有多少，有没有5%、10%的一个上涨？4.75%，看到没有？这一段出现了这么大的下跌之后，出现了一个4.75%的一个上涨。我们再重复画一遍，因为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我想跟大家着重的说一下。这是这个中枢，然后这个是进入段，这是离开段，然后前期它跌了这么多，然后出现了一个将近5%的一个反弹，然后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期待的是，如果说这里同样的一个空间下跌，那么我们也是期待一个5%的一个反弹，对吧？指数这是指数哦，指数出现一个5%的一个反弹，那个股的话可能就10%、15%了，对吧？那个空间还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是要这种那个空间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看等比例。好的，我把这个图形弄出来，然后我们就实际比较一下，我把这些都清掉，我现在实际比较一下，看一下是不是等比例。好的，我把这个工具弄出来，然后我现在比较的是这个中枢的进入段，看到没有？然后再比较中枢的离开段，我们看奇迹吧，4121.81，你可以去看这段，我就在这段下跌的过程中，我们天天在说这个盯着4121、4120附近这个位置的原因，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当时在这段时间那个做的那些盘前解盘，还有盘中解盘，天天在盯这个位置，对吧？它是不是到了这个？虽然说这个最低是到了4103.78，然后这个位置是4121.81，有朋友可能或者说有一些杠精的话说，哎呦，你这个是预测到，或者说你说的是4121.81啊，那最低到了4103.78，你这个分析方法没有用啊。你这分析的不对呀，你这预测的什么用都没有啊，对吧？那你要碰到这种杠精的话也没有办法。所以说，而且啊，我们说的是能不能够跌破某一个位置的话，是要有效跌破。在你如果说用技术分析，什么叫有效跌破一个位置的话，是如果说这个周期是天的话，那么需要3天，也就是说3个交易日在这个某一个那个价格下面的话，才叫有效跌破。如果说是突破的话，也是一样。那么需要三个交易日，如果说日线的话，站在某一个价格之上，才能叫有效突破。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是没有有效突破这个刚才那个4121，而且说是第二天我看它收在哪儿，收在了4117，基本上就是4120附近。所以说这个位置是你用技术分析能够抓到这个位置的，然后一旦出现了这个底分型之后，你就可以进了呀，对吧？可能是一次那个给到你这个顶分型之后，你可能一次进的不太多，但是有这个等比例的位置给到你去分析的话，你肯定是这种位置错了也要尝试啊，对吧？因为这里针对指数是5%的一个空间，那么你如果说是再带点杠杆的话，再带点上点那个马金的话 margin 的话，那可能是那这后面5%针对你后面的盈利的话，肯定是10%、15%了，对不对？所以说利用这种等比例的位置，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看等比例的位置。那么回到这个周线上，那么利用刚才那个方法的话啊，那现在是到了等比例的位置，然后周线上是突破了这个4807了，最高点是在4842，哎，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叫有效突破。那么有效突破4807的话，现在叫有效突破吗？现在不叫有效突破，对吧？因为只有一周是在4807上面，那么需要，因为我们看的周期现在是周线上，需要3周的收盘价格都在4807之上，你才能说它是有效突破4807，对吧？所以说这里我们需要再有3周，这是已经1周了，再需要有2周在4807上面的话，那么是有效突破上面。我们期待是这里能够继续往上走，因为没有背驰了呀，对吧？站上这个有效站上4807的意义就是说，这个离开段跟进入段比没有背驰了，没有背驰意味着力度强，意味着动能强，那就可以继续上涨了，对吧？在这个本周期都没有背驰，那你就更不用去看它的次级别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要盯着4807，看看能不能够有效站上4807之后再看2周，那么就如果再继续往上走的话，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位置。那就是在5242了，5242就是1.618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个后期的这个涨幅跟前面这段比的话，是它的1.618倍的一个位置，那么就是这是另外一个那个技术上的一个那个点位了。
所以说现在就关注这个4807能不能够有效站上在这个周线这个周期。好的，那么也是一样，本周期的话，你要关注能不能够继续往上走。那么它的次级别呢，也要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更多的，看它次级别是不是够饱满，对吧？那么想往上走的话，那个次级别如果已经饱满的话，那么就可能动能也不够强了。所以说，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走势啊，变化都是从小级别到大级别的，所以说这也为什么我们要看小周期的原因。如果你只看这个周线这个周期的话，你是不能够发现，不能够在最短时间之内发现它的变化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看小周期的原因。好的，这是我们在周线上刚才高量那一笔，在日线上的话，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它是一个3笔的一个状态，对吧？那么3笔是递归成1笔最少的一个要求，就是日线上是3笔，这个3笔呢递归成了周线上的1笔，这是完美的一个递归。那么这是可以结束的，也就是意味着4842应该是4842吧？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4842.07，对，这个价格是还可以往上对，4842.07是最高点。所以说，那么这已经是3笔构成了这个周线上的1笔了，它完全可以结束了，4842直接可以掉头，对吧？但是它也可以继续往上走，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4682到4842没有结束。怎么说没有它结束呢？或者说它已经结束了呢？怎么判断呢？你在本周期是没有办法判断的呀。本周期只有一笔，你需要降低周期，还是同样的方法，降低周期，利用区间套，看它的1小时周期上。我们也把刚才我们要分析的这段高亮一下，对吧？对，我们现在就要分析这段，然后看一下1小时。1小时上的话也是3笔，有意思吧？1小时从这个起涨点4682也是一个3笔，1、2、3，然后呢，第3笔既然也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所以说呀，这个控盘是很厉害的，在1小时上也是出现了等比例的位置，4835跟前期这个涨幅一样比例，也就是说这段的涨幅跟前面的涨幅同比例的话是需要到4835的。那么周五的话就是到了这个位置，然后现在是已经我们看一下，基本上算是有效突破了吧？基本上算是有效突破了4835，因为这最后这1小时上的3根 K 线，虽然说第一根 K 线它是收在了4835.37，也在4835.11之上，所以说是有效突破了4835的一个位置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关注的就是这段能不能够继续往上走一走，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变成了1、2、3，然后还有一个4浪回踩，然后再有一个5浪上升呢，所以说还没有结束呢。那么它的1.618在哪儿呢？4905了，所以说那么比在那个周线上看到的那个位置可能还高，所以说在这个小周期都没有完美，在都没有结束的情况下，你就说大周期结束了的话，那是不是有点武断呢？对不对？因为小周期的动能如果说非常强的话，它可以一直往上涨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关注的是最后这段，我们再降低周期了，就是这一段，我们今天稍微看的细一点。那么这一段1小时上就是第3笔嘛，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那个次级别15分钟上是不是结构已经饱满了，是不是要掉头了，还是说它的结构还不够饱满，还有很强的动能？我们看一下15分钟，哎，这就是我们利用区间套，就是把你的那个显微镜的精度越放越大，越放越大，这样你看的话就相当于越来越清楚。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从这个起涨点4714涨到4842。那么在15分钟上，我们这个周期是15分钟，是什么结构呢？1、2、3。那么明显你就目测的话，你就知道第3笔跟第1笔是没有背驰的呀，对吧？对了，那个有朋友是在那个频道里面还有留言问这个小周期的事儿，他说的是什么呢？大概我重复一下，好像是他说好像是纳斯达克吧，上面说是15分钟上小周期已经有5笔了，那么是不是应该走了，还是说是应该怎么处理？其实啊，不论是有3笔也好，还是有5笔也好，还是甚至有7笔也好，都是同样一个办法，就是你比较最后一笔跟它前一笔的力度。比如说这是第7笔，那么这是第5笔，你7跟5比较，如果7的力度比5大，那么你就继续持有，那它就有可能会出现8和9。如果说7，
这是第七。那么比5的那个力度小，那你就可以走了，因为它的周期比较小嘛，对吧？那么大概率它就要回来，在这里形成中枢，甚至是就走反向了。所以说，就是去比较当下，怎么比较力度呢？就是用我们的扩展器啊，对吧？这个扩展器，你看它都已经突破了1.618的位置了，所以说这个3很强啊。3很强的话，如果你在下面进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多拿一拿？然后即使出现一个这个4浪回踩的话，那因为3强嘛，所以说我们期待这里还可以再有一个5浪上涨之后，才整个结束这个从这个起涨点4714的一个1小时上升的一笔，对吧？这就是我们在小周期的时候可以，如果说它结构不够饱满，现在只有3比3还比1强，那当然可以多拿一拿了，对不对？好的，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指数，我们说的比较详细。今天，首先大周期已经突破了前面的高点了，这个是4842，但是呢，MACD 给到在这个周期的话是有背驰的，快慢线没有前面的高，柱子的面积没有前面大，柱子长度没有前面的长，但是前提是它的内部结构要饱满。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结构是相对来说是挺饱满了，但有中枢、有进入段、有离开段。然后进入段和离开段竟然还到了等比例的位置，我们现在就关注在周线上这个等比例的位置能不能够得到一个验证。如果说是想验证的话，就是要么就突破它，要不就回来，对吧？如果说是要回来要出现顶门形，在周线上要有顶门形的。如果说想继续往上走的话，那需要有3周都要站在这个4807之上，这就是周线上给到我们要关注，继续关注4807这个位置。然后日线上我们现在关注就是4103到4842这段。它是继续向上的可能性更大，还是说这里要停顿一下回踩一笔的可能性？刚才我们还有一种那个可能性没说，就是说如果出现回踩的话，这是有中枢的。回踩的话是有2种情况，一呢是回到这个中枢里面，二呢是不回到这个中枢，有2种情况，对吧？一是不回到，二是回到。不回到的话，这个位置还是一个2买的一个位置。那么回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中枢震荡。所以说，那么怎么判断这个回来的力度呢？那你就用这个黄金分割就可以，对吧？看看它回踩的哪些位置，如果能够到0.5之上的话，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周线上的一个3买啊，3买，周线上3买的一个位置，不是2买。好的，那么的话，我们就是在降低周期看一下最后这段是不是能够继续延续，还是说它已经要掉头了？因为你要是做多的话，我们赚的钱都是这个走势延续的钱。你要做多的话，那就如果向上涨继续延续的话，你才能赚钱。如果是那个你做空的话，如果它继续往上涨的话，那你就是亏钱嘛，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分析是不是要延续。好的，那么在日线上的话，它现在是有3笔的一个结构，非常清楚的一个3笔的结构。那么我们现在就关注这第3笔跟刚才分析那个周线上一样，这是不是第3笔内部结构跟刚才分析月线上一样，就是最后这一笔的内部要出现饱满。那么在它的次级别的话，在那个1小时上的话，我们看它是也是一个3笔，然后这3笔的话也是一个等比例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要关注是不是能够继续往上走一走，还是说要下来。然后我们又利用了这个区间套观察最后这段的内部结构，也就是15分钟。15分钟我们发现了这个结构走的非常简单，只有一个3笔的一个结构。然后第3笔比第1笔的话根本就没有背驰，所以说我们期待在这里能够，即使有回踩的话，也是一个弱回踩。那么还可以进场做它的那个第4浪回踩，也就是一个1、2、3、4。那么4怎么去判断呢？你可以利用这个黄金分割，然后测一下回踩位置，看看能不能够到这些位置，对吧？如果连这些位置都到不了，很多人说，哎呀，你测完之后它这个位置没到怎么办呢？没到说明更强啊，不是说它非得到这些位置呀。所以说不要那个一根筋，觉得给了这些工具去测出来这些位置就一定要到这些位置，不到说明更强啊，对不对？好的，这是针对指数。我们看一下那个特斯拉的话，我们简单说一下。首先特斯拉也是看一下它大周期，月线上这个299到194这个没有结构，就是说它现在啊2个方向都要分析，一边要分析是不是101.81到2299是上涨没有结束，还是说要已经走转向了，299.29要跌破194.07的话就会走转向。所以说现在关注重点就是194.07，再加上这个
这个马斯克争权这个事儿，所以说他就是看一下是不是要跌破194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新的变化，然后再加上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财报，马上1月24号，也就是下周三盘后就要出财报了，但是因为它这个马斯克这个比较搞笑的这件事儿的话，所以说对特斯拉这个股票啊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股市嘛最怕的其实就是不确定性，所以说即使财报现在财报的好坏其实都不是重点了。什么时候他这个控股权这个事儿有了那个落定之后，才有可能对他的基本面才有可能说盖棺定论了。所以说现在没有出现这个事情没有出现结果之前的话，其实财报都不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关注一下吧，毕竟也算是一个那个怎么说呢，也算是一个时间点。所以说要关注是不是能够跌破194.07，在财报前后。财报前、财报后都无所谓。然后我们在周线上的话，就是因为从299.29下跌之后的话，它是有结构，现在也是有一个中枢。针对这个中枢的话，也是有进入段、有离开段。然后针对这个离开段，我们也是比较过这个离开段的力度的。那么等比例的位置在哪儿呢？是在181.31。那么这个181.33也是跌破了这个194.07的，对吧？所以说想要到这个等比例的位置，前提还是要跌破194.07。所以说跌破了194.07，那么意味着周线上成一笔了。那么周线上成一笔之后，我们就要关注什么时候能够停下来，对吧？你不能说一直跌呀。那么首先就是181.33这个位置，181.33如果能够得到支撑，那么是不是这里就在周线在那个月线上这个大周期有一个中枢了？意味着这样，这里就有一笔回踩，那么这里是有中枢了，这里意味着有一个月线大中枢，下面是第一个中枢，这里是第二个中枢。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其实还是一个月线上这个中枢的一个结构的买点呢，所以说还可以期待着，还可以再打出去的。所以说跌下来也不是坏事儿。如果说基本面能够好转的话，所以说现在其实关注的重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其实关注重点反而不是它这个财报了。好的，那么的话，这是在周线上我们已经知道要盯着194.07之后再去继续跌，再继续跌，再继续盯着181这个位置。所以说这就是周线，现在其实就看周线就够了，因为你如果说是那个能够做空的话，那就是你能力强，其实是不需要我来这里那个帮你分析的，因为做空是比做多难很多很多的。所以说我是只是针对那个大部分时间只能做多，然后或者说只习惯做多的一些朋友的一些分析。所以说针对这个特斯拉这个股票的话，你现在是没有任何条件做多的，只有跌破194.07之后才有条件做多。所以说底仓可以继续持有，底仓可以继续持有。但是如果说特斯拉那个马斯克控股这个事儿，如果最后说他因为不能够控股25%以上，就不继续那个投入到特斯拉搞研发、搞 AI、搞那个人工智能的话，那可能这个底仓都不要了，对吧？如果说真的是基本面出现这种变化的话，所以说目前底仓还是可以继续持有的。那么还就是技术上去关注194.07，然后就是181。好的，那么针对特斯拉的话，我们就简单分析一下。现在那个机动仓是不做的，机动仓差价是不做，现在就等这个基本面这个尘埃落定。好的，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ARKK，这就是那个ARK 那个木头姐的这个基金。其实这个的话，在我频道里之前也是分析过的。那么分析虽然说不多，但是我当时的我还记忆犹新的话，我们当时分析都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有朋友问，然后那个我在这个位置分析过，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当时的分析，再比较一下现在的这个图形结构，还有我现在的分析方法，就是说你这样的话才能知道你这个人的那个分析方法有没有用，对吧？所有的那个这些做油管、财经博客或者财经频道的人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对吧？你不能说他涨了他这么说，跌了他这么说，那他的分析有什么用呢？对吧？说除了一些口水以外，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说，在那个去年12月份，我在这里这个已经分析过。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现在的结构，它这个顶的位置非常技术，看到没有？正好是顶到了这个什么？现在在周线上，这是120周均线呢。然后呢，还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我们看这里也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是那个这是什么等比例呢？是在周线上，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然后针对这个中枢有进入段，然后离开段。然后它的等比例的位置是在49.79，也就是说，那么
到了等比例值位之后，但是呢，还是又顶到了这个120周均线，这里是有一个120周均线，这根均线，所以也是一个压力位嘛。然后呢，在当周又出现了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收的很阴的那个 K 线，收了一个上影线还挺长的一根 K 线。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减一减呢？对不对？如果说你在下面有进的话，虽然说它从这个33涨到了这是多少？涨到了可能是53，还涨幅还挺大的。我们看一下有多少，61%的一个涨幅，很大了。所以说出现了在周线上，你发现了有这种情形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减一减，对吧？然后在第二周，我们看在第二周这根 K 线的时候，又出现了顶分型了，就出现了一个强的顶分型，然后又跌破了一个等比例的位置，你是不是应该多减一点呢？对吧？你可以不依次抛出啊。你在下面如果在这个位置有这个过程中有进的话，那么这个位置，比如说出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位置，你抛10%，出现顶分型再抛20%，或者说抛30%，基本上的话，你现在起码它跌了已经有4根 K 线，或者说跌了4周，你可以慢慢往里进了呀，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分批进，分批出，这样的话，你整个心态的话就不会那么的波动那么大。你心态要放平，尤其是我们要长期操作某一个标的的话，不怕没有机会，只要这个标的只要能够在市场中那个存在，然后给你机会，你就有机会做短差呀。它不会一个就是说从那个0一直涨到100，这么一点变化都没有，它中间肯定是有变化的。只要有波动，我们就可以利用缠论进行我们的差价操作，对不对？所以说要敢买敢卖，而不能说要涨了也害怕，跌了也害怕，那你这个操作什么个劲儿，对不对？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一定要应对呀。宁可错了也得应对，毕竟你下面已经进的时候，你已经盈利这么多了呀。出现这种顶分型，你再不应对，说明你已经很迟钝了。那么现在已经出现这个回踩有4根 K 线了，那么就看下一周，我们就要反过来看什么呢？测一下它这个黄金分割了。从这个位置看一下，哎，我们看如果能够下一周虽然说再次跌破上一周的低点的话，如果能够踩到这个0.5的位置，也就是在44.14的话，也就是44附近的话，如果能够企稳的话，它还是一个周线上还是一个3买呢，对不对？周线上还是一个3买呢。所以说，如果说真到了这个位置又企稳了，然后还要分析什么呢？就是分析一下这段的内部结构，因为现在它只有4根 K 线，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内部的话也是一笔下跌，所以说你看它这里又有这个在日线这个周期又是120天、200天均线也在这个位置，所以说如果能够踩到这个位置的话，然后基本上也是44附近，看到没有？也是44附近，43.82。所以说到了这个位置附近的话，如果你上面有减的话，前提是你在上面有减仓哦，对吧？你这个节奏不能够错乱，上面要减，下面才能够加。如果上面没有减，你说啊这个位置有可能再弹了，你再加，那相当于你的仓位就变大了呀，说明你的仓位配比是有问题。好的，那么的话就是周线上关注44附近能不能够企稳，还有就是要回来了。如果说它杀的比较深的话，那就回到这个中枢里面了。回到中枢的话，那你就要去关注这个。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中枢的结构，诶，我这个画的好像有点问题，这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图形变化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中枢的结构应该在这里，那在这里它已经回来了。那我们纠正一下啊，我这个可能是之前图形有过变动，所以说那个这个刚才没有仔细看这段。那么现在就有变化了，它已经回到这个，它已经回到这个中枢里面了。那么也是一样的，那么你也是可以去看这段它这个回踩的，对吧？也是一个44的位置。那么44的这个位置的话，也是在这个中枢的中轨这个附近。40的话，基本上是在这个中枢中轨这儿，看到没有？40，所以说只要在40以上的话，都不算，也是一个中性的一个回踩。因为中枢的中轨是我们帮助我们分析这个强弱，类似一个强弱分水岭的一个指标，一个分析方法，就是这个中枢的中轨。所以说，如果到了这个中枢中轨附近，只要不能够有效的下到这个下面的话，比如说你一下子杀到了这个中枢的这个下面这个位置去了，那说明已经很弱了，对吧？那可能是一个弱的反弹，那就直接走反向了，可能从这里断开了，那相当于月线上相当于是这样，一笔下一笔上，这在月线上都满足的，那么就走反向了，就这样走了。
我们看它这个反弹，其实是现在看是比较弱的，因为它从这个最高点跌到29涨到这个将近59的话，它这连0.382都没有碰到，看到没有？但是前提是这段要结束啊，就是说这段的内部结构，这段的月线上这一笔的内部结构要结束。现在你还是没有办法说这已经结束了，虽然说是有一个中枢的，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说它结束。如果说你结合前面那个图形的话，那么它的中枢的话可以放大，就是说上面有一个中枢，下面有一个中枢，这样上面有第一个中枢，这里呈现第二个中枢。但是呢，如果这个中枢如果说它的组成构件如果够9笔之后，你看啊，1、2、3、4、5、6、7、8，这是第8笔。这是进入1、2、3、4、5、6、7、8、9。如果说这是第9笔的话，那么意味着这个中枢的级别变大了，意味着前面都变成了一个进入段，然后还可以再走离开段，然后在下面再走出一个9笔的中枢，那么继续往下走了。所以说这是两种分析方法，一种是同级别分解，一种是非同级别分解。同级别分解的话，就是只看中枢，以及看中枢它的是不是要升级，这是同级别分解，就看以中枢那个为中心。那么非同级别分解呢，就是这样，非同级别分解要看它的大周期，这段的组成了大周期的月线上向下一笔，那么右边的话从这个29.43，右边的话这是月线上向上一笔，这就是非同级别分解。非同级别分解是不进行中枢的延伸的，中枢就到这里了，它就从这里断开了，不进行中枢的延伸，这就是非同级别分解。但是两个方法我们都要用，两个方法我们都要会，不是说单用一个方法来分析，我们两个方法都要用。所以说同级别分解你要分析，也要看这个中枢这个位置延伸，然后非同级别也要分析，就是说中枢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呢右边形成它自己的中枢，对吧？所以说你是两种方法都要去用的。好的，我们总结一下这个 ARK 这个股票。首先呢，它已经回到这个中枢内部了，这个周线上这个中枢高点，我们把它已经回到了45.46下面了。回到这个之后，就看一下，因为周线上现在是马上要到这个，因为跌的还是比较快的。你看这里，虽然说在日线上只有一笔下跌，但是在1小时上的话，它是有3笔有结构的。所以说，如果说在1小时上要给你个结构往下走的话，可能就慢慢要踩到这个2根均线上，也就是到了44附近了。看一下到44附近，那么44附近的话，也是周线上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中轨这个位置40附近嘛。基本上到40附近，如果能企稳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这样的话其实还是在做这个中枢震荡，对吧？还是有希望再走的。那么等待的是这个120周均线能够走平，这个120周均线起码要走平之后，你才能够突破它，对吧？所以说可能要走到这里收缩一下，我们可以回头再看嘛，对吧？过个几周，过个几个月，我们再回来看一下我现在在分析的是不是能够应对上它的。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这个朋友问的这个 Rivian， 就是这个做这个皮卡的这个电动卡车的。因为它这个公司之所以其实活跃度也挺高的，就是因为它背后有大公司，因为它是亚马逊在后面支撑它，对吧？所以说亚马逊是它的大股东，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它一直受到很多关注。然后呢，它是在2月21号盘后，也是周三要出这个财报了，所以说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财报的时间点。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周期，首先周线上从这个最高点1179跌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也是挺惨的。那么现在在周线上是有结构的，对吧？在周线上是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中枢的结构，然后呢，它还有这些趋势线，我用这些趋势线也画出了一个这么类似一个菱形或者说叫什么一个锥形结构的一个趋势线，这是这些高点连线得到这么一个趋势线，下面也是下面低点连线得到的这么一个区间。所以说，如果说它继续往下走的话，你如果单用这个趋势线的话，其实也挺简单分析的，就是这有一个趋势线，对吧？或者说类似一个通道。那么它如果需要继续往下走的话，可能要到这个通道下沿了。那么要到通道下沿的话，就要跌破前面这个低点了，也就是意味着可能要跌破11.68了。所以说，那么如果你是做空的话，当然是可以继续持有，看能不能够到跌破11.68之后再 cover。
如果你再做多的话，那么现在这个位置你再割肉的话，已经挺深了。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空间，如果要到这个前期这个低点，到11.68的话，还有24%呢。如果到这个趋势线这儿的话，还有32%，其实空间还是很大的。所以说，如果说你只是做多的话，一定要控制风险啊，毕竟这个空间还是挺大的。那么的话，我们再看，如果说这是刚才我们用的是传统理论，就利用这些趋势线。那么如果用缠论的话呢，缠论的话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对吧？那么中枢的下沿的话是在19.25，中枢上沿是在28.04，现在其实就是还是在做中枢震荡，因为这个24.62它现在有企图离开中枢的一个过程。那么要企图离开的话，就要关注这里，首先要成比，对吧？现在只是4根 K 线还不够比呀，4根 K 线还不够比，所以说要走5根，最少要5根 K 线才有可能回踩成比。成比之后，你要关注能不能跌破，首先要跌破15.12，然后要跌破11.68之后，看能不能结束了。那么要结束的话，能不能来个破底翻？这里形成一个底分型，然后再翻回来。哎，如果形成这种结构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就关键了，对吧？所以说，这是你需要关。如果你是做多的话，到了这个位置，你看看能不能够再加一点，然后出现这种破底翻那种形态。好的，那么这是我们利用周线上，我们通过这种推演，通过这个2种分析方法，缠论以及结合这个趋势线来分析，有这么个位置，也就是跌破11.68之后，看能不能踩到这个趋势线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日线上，日线上的话，从这个24.62一直跌到现在这个15.48，其实跌的还是很快。其实这个 Rivian 这个朋友，这个朋友，那个 Rivian 这个股票，我之前是分析过一次的。然后之前还被骂了，你知道吗？我当时分析我还记得还挺清楚，就是说在这个财报的时候，也就是8月8号，我是在8月7号应该是，要不就是8月8号发的那个视频。我当时在8月8号或者8月7号，就是他之前出财报之前，我说那个，哎呦，这个图形上看着有大缺口，然后前面涨这里已经有背驰了，就是这段，我当时是在就这段。然后我当时发视频的时候，应该是在这边，就是还是涨的那天发的呢。然后我说要这个看着不妙啊，要大跌要来了，大瀑布要来了。然后发到论坛上还被人骂了，你知道吧？他说：“哎呀，你什么一点都不懂的分析方法。”然后之所以他们这么说也挺有意思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这是8月8号，对，因为他是8月8号出财报嘛，我是8月8号白天发的，然后是盘后出的财报，然后呢？盘后出的财报，盘后那个挺有意思，就是它并没有跌，盘后没有跌，然后呢，开盘第二天8月9号还涨了一点，看到没有？它还涨了一点在这里，然后那帮人就开始攻击我了，说：“哎呦，你这分析方法什么狗屁分析方法，一点没有用啊！你说跌，人家没跌，反而涨了，对吧？确实是涨了。我分析在这个位置确实错，但是当天我们看一下，当天这个 Rivian 是跌了9.88%呀，而确实是把这个缺口给补了一大半，看到没有？这里有个大缺口，然后当天跌到了这个位置，把这个缺口几乎全补上，当天跌了9.88%。所以说那个我也是分析完之后被人骂，那么以后我也不分析了，也不发那个玩意儿，对吧？我说白了也是那个应该是有人问还是怎么着，反正我不记得具体怎么情况了，但是你可以去看一下。在我的那个频道里面搜一下，我在这个8月8号前后发的这个视频，关于这个 Rivian，我是当时怎么分析的。如果现在我想一下，应该是这样：它这段涨的呀，首先涨得特别快，然后呢，这段内部是有结构的，这是1、2、3，它是次级别是有结构了，已经够结束了。然后这里又有个大的缺口，然后再加上要出财报，然后呢，再加上它这个1小时上这段的1小时，它里面是有结构的。然后我们看一下1小时现在。我们正好借着这个，因为分析方法都一样的，你只要学会了这个分析方法，什么时候去在哪个股票上用都是一样的。你看，这是那个财报那个节点，然后在那个节点之前，在1小时上是有结构的，然后这个当时这个位置完全是可以当做一个3脉用的，所以说我是基于这个方法说，然后下面又有个大缺口，哎，在这个位置有大缺口，我说可能是第二天或者财报之后那个要出财报，要那个瀑布了。
但是财报我当天是没瀑布，第二天出的瀑布，所以说我的确实不够准确，不够100%准确，对吧？我承认不够100%准确，我这个承认错误了，好吧？所以说那个好多好多那个，你要是想利用那个技术分析，技术分析也不要神化技术分析，对吧？我们也不是说要你技术分析说它涨它就得涨，说它跌就得跌，不是这样的，对吧？它只是一个辅助那个判断。你既然分析到有这种可能性了，你肯定可能把仓位要降的相对要比较低了，然后甚至是去做一点对冲了，对吧？买一点期权，做一点对冲，是不是那个？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能够把风险控制一下，对吧？我们的任何分析方法，不论是那个技术分析方法，还是什么基本面了，还是比价关系，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判断强弱的多空强弱，然后能够把我们的回撤降到最低，对吧？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盈利，是为了那个把风险降低的，不是说去跟人家斗嘴，不是说谁对谁错，谁对谁错有意义吗？我即使错了，我打个比方，我即使分析错了，最后我是盈利了，那又能怎样呢？对不对？所以说争对错没有意义，你首先要把方法学到手，跟别人天天在论坛上争对错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说那种事儿我现在是不干的。所以说那个谁对谁错又能怎样呢？你把钱赚到手嘛。我分析方法，我分析错了，我知道怎么错，对吧？你首先错了，你要知道怎么错，你不要糊里糊涂地赚钱呐。这是禅师一直的告诉我们学禅论的人，你要做一个明白人，你知道怎么赚的，你知道怎么亏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说赚了也不知道怎么赚的，亏了也不知道怎么亏的，糊里糊涂的，那你赚钱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那你是不能够长期做到盈利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做到长期赚钱。那想做到长期盈利，你要知道市场现在是干什么，你知道你是怎么赚到这个钱的，你是怎么亏到这个钱的。如果说比如说你这个钱，哎，赚到这个位置你就出来了，然后后面你不要的，你是一个理性分析下的一个决定，而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一个决定，好吧？那么针对这个瑞变这个股票的话，就是看它什么时候能够踩到这个跌破11.68之后，踩到这个趋势线上之后，能够给到一个底分型之后才可能进场。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分析的时间比较多了，如果一次看的不太清楚的话，多看几遍，对吧？多看几遍，然后那个把那个结合自己的图形，然后自己先分析一下，然后再结合一下我的分析，多看反复看，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有提高。好的，那么的话，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